我和老公在19年底第一次去他老家过年时，怀孕8个月，可是因为疫情原因，我们无法及时回到城里。眼看着已经快要到预产期了，村子还是封锁状态，我们只能商量好，在要发动的时候打120去医院。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我羊水都破了，婆婆却不让我打120，她说让我等等，明天是她让人算好的良辰吉日，到时候再生。我不理解，生孩子的时间还能自己选吗？羊水都破了，还让我在家里等着，至少得把我带医院去吧。我和他们讲道理，可是无论我怎么求婆婆，她都不理会我。她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阮心啊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和孩子好。当初我生彭宇就是特意算了日子的。你看看现在彭宇，从小就是我们村里最好的，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，都是因为出生的日子时辰好。即使我都这样了，还要等吗？有什么能比人命重要吗？”眼看无法说服婆婆，我就立即去找老公彭宇。可是他竟然也和他妈妈一个说法：“阮心，我妈既然那样说了，就有道理。生孩子这事，她比你有经验，你听她的。”我不敢相信，我是她的妻子，我肚子里怀着的是我们的孩子。现在已经21世纪了，就算他妈妈是上一代的有一些偏执的想法，可是她是正经毕业的大学生，已经工作3年了，难道还不知道不及时去医院的后果吗？于是我着急说，我也想孩子今后能成才，可是得先保证孩子的安全。我恳求他们，可是彭宇和婆婆还是不同意。我已经很急了，于是就要自己拿手机打120，但他们竟然把手机给收了，把所有能够联系外界的东西都藏起来，还把院子锁起来，防止我逃跑。妈，彭宇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们。阮心，你就老实等着吧。婆婆开口道：“我不会害你的。”我只是看着彭宇，可是他并没有应声。我无法忍受，手机拿不到，我就直接往外面走。我不能因为他们的几句话就坐以待毙。可是他却堵住了门。彭宇，我红着眼叫他的名字。阮心，听我妈的，他却只是皱着眉头看着我。我无法形容那个感觉，只觉得心痛到几乎窒息。让开！我忍住心里的痛，命令道。可是他并没有要动弹的意思。我伸手就推他，要去开门，可是下一刻他扣住了我的手。放开！我说。他没有松手。我要甩开他，硬是要出去，他却把我往里拉。我忍无可忍，扯开嗓子大叫：“救命啊！谁来救我呀！”可才刚叫了2声，嘴巴就被婆婆捂住了。我用力挣扎无门，她静静站立在旁，一声不吭。我被婆婆捉住了，她拿了绳子把我的手反绑在身后，拿了胶带把我的嘴贴上，还一副为我好的样子，说：“阮心，我这都是为了你，你忍一忍，生孩子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。当初我生彭宇生了1天呢，等到正时辰了，我们再带你去，来得及的。”我眼睛都红了。我死死看着门口站着的彭宇，不敢相信他会这样对我。可是他只是淡淡的扫了我一眼，就跟我婆婆一起往外面走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。我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没过多久，肚子就开始阵阵收缩着疼痛了。我只能自己顺气，然后试图自己生，可是根本生不出来。甚至我在用力疼得要死的时候，还听到外面手机外放的嬉笑声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都冷了，眼泪忍不住的流。我最亲爱的人，曾经说过会爱我一辈子，宠我一辈子的男人，现在竟然为了一个可笑的及时，把我和孩子的性命安危弃之不顾。我对于他而言，到底算什么？我是在第2天早上的时候被送去医院的。那时候我已经迷迷糊糊的，没有什么意识了，只记得天灰蒙蒙的，并不是打的120，而是去的村头乡镇医院，送去就直接抢救。等到我醒来时，已经不知道是多久以后了。孩子已经被活活闷死在肚子里了，我也差点没抢救过来。我怀胎10月的孩子死了。我沉浸在身体心理双重伤害中，无法抽身。可此时，婆婆却一改之前的模样，站在病床旁，指着我数落：“你个没福气的，
孩子都生不好，让你闹让你闹，真是个不争气的。我哭了。我的孩子本来是可以好好活着的，现在却因为人为原因活活闷死在肚子里。我和孩子差点一尸两命，婆婆却怪我不争气。我看向彭宇，我要他给我一个说法，可是他也只扔下3个字：不争气。我曾以为的依靠，曾以为可以一生一世托付的人，此刻却只扔给了我这冰冷的3个字。那一刻我心如死灰。我要离婚，我说。阮心，你不要闹了，彭宇不耐烦说，我还没追究，你没把孩子生下来，你闹什么离婚？窗外的天阴的可怕，病房里是消毒水的味道，到处惨白一片，就像是此刻我的心。看着他，我的眼泪不断往下掉。我忽然发现，相识多年，直到这一刻，直到牺牲了孩子性命，我才终于看清了他的真面目。我身心俱疲，不想再继续这段婚姻，坚持要离婚，还让他们把我手机还我。我要打电话让我爸妈来接我回去。你休想！婆婆却在这个时候说，都嫁入我们彭家了，还想走？婆婆指着我说，当初娶你，我们费了多少钱，你就想走？我把钱还给你，我说。当初因为彭宇家境不好，所以彩礼我只是一丝一丝要一下，9999，图个吉利。我1个月薪水都不止这些，而且我还带了1辆车子当陪嫁。彭宇家本就没什么积蓄，所以后来办酒什么的，大部分也是我家给的。因为爱，所以我不计较；因为认定他相信他，所以以为我们之间不应分彼此。可是现在他们却说娶我花钱。行，你们城里人有钱大气。婆婆阴阳怪气道，你有本事就去离呀！现在民政局都不开门，我看你怎么离。我愣住了。的确，现在全国封锁，除非必要部门，不会开门。离婚也得等上班才行。我看向彭宇，希望他能和我好聚好散，就算是为着曾经的感情，也留给我最后一分体面吧。可是他却也一脸不同意地看着我，很明显，他认为他妈妈说的对。我的心更冷，我还在期待什么？于是我说我要回家，婆婆只冷笑。最后我被他们扭送回彭宇他们家了。在我才清醒没多久的时候，因为婆婆吴淑慧说在医院躺着费钱，我大喊大叫，想要让乡镇诊所的人救救我。可是下一刻，彭宇就捂住了我的嘴，我看到了他眼里的嫌弃。我无法反抗，也反抗不了，只能被他们连拉带扯地带回他家，家门反锁。我被扔在床上，反锁在房间里。我不敢相信，他们竟然做到这个地步，事已至此还要把我关在这里，他们要干什么？看着白苍苍的天花板，我哭着抱紧自己，不知道要怎么办。接下来的1个星期，他们对我爱理不理，甚至可以说是任由我自生自灭。家门反锁，所有窗户上都有钢筋防盗网，钥匙和所有通讯工具都被收走藏起来了。我被困在了这里。此刻的他们终于脱去了伪善的面具，露出真面目来。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对外呼救，可是一叫，婆婆就进来把我绑起来，把嘴贴上，一绑就是1整天。可是这并不是结束。在我出院1星期以后，有一天晚上，彭宇过来了，他脱了衣裳就要和我发生关系。孩子没了，我的身体也没有恢复。最主要的是我现在已经看透他们了，只想离婚，我怎么可能同意？我哭了，我拼了命的抗拒，我求他放过我，求他看在我们曾经相爱几年的份上放过我。可是他没有，他强迫了我。在我刚刚失去孩子1个星期的时候，整个过程我看着他家粗粝的天花板，生不如死。事后他把我扔在房间里，我听到了门外的他和吴淑慧恶鬼一般的对话。吴淑慧，怎么样？事成了吗？彭宇，妈，你放心吧。吴淑慧，你可得加紧了，封锁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，你得在解封之前让她再怀上，这样她有了孩子就跑不了了。你看看村委那李老四，之前也是娶不到老婆，后来买了个老婆，那女的一开始也是反抗，后来还不是老老实实的。阮心可是我们彭家花钱娶来的，不能让她跑了。彭宇，妈，我知道，
我不会让他跑的。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不，他们不是人，是恶鬼。那一刻，我躺在凌乱的床上，双手死死揪住床单，无声泪流，心里只剩下了恨。我好恨，恨我之前没有擦亮眼睛，看清楚他们到底是人是鬼。我一定要想办法逃脱，我要和彭宇离婚，我要报警，让他们牢底坐穿。可是那时的我没有任何办法，连想走出房门都是奢望。后来的1个星期，我都被他们这样反复折磨。我们彻底撕破了脸，他们的恶意暴露无遗。撑不住的时候，好几次我甚至想着，或许死了就不会这么痛苦了，而且我也付出行动了。可是却被彭宇发现了，他们把我狠狠打了一顿，并且继续绑着我。1个星期后的某一天，彭宇又过来和我发生关系。事后他躺在我身边，我等到他睡着，等到深更半夜，听着外面也没有婆婆的声音以后，我就着月光悄悄爬起来。我轻手轻脚的出来，先是去尝试开门，可大门反锁了。然后我摸黑在家里找钥匙，找手机。我不敢开灯，甚至呼吸都放缓，尽量不要发出声音。我找了很久，我甚至偷偷摸到了吴淑慧的房间。她睡得很死，还在打着鼾，整个屋子里都是她的鼾声。我就在这鼾声的遮掩里寻找，屋头、衣柜、床底下，我在各个地方试图找到他们藏东西的地方，因为这可能是我逃脱的唯一途径。我找了很久，最后借着月光，我看到他床头柜子上了一把锁，那极大可能是藏东西的地方。我扫了吴淑慧一眼，她还在打着鼾，睡得很熟，那张熟睡的脸看着我都恶心。我凑近柜子仔细看了那个锁一眼，然后开始找钥匙。吴淑慧就躺在床上，我的心跳得很快，咚咚咚作响。我极力控制呼吸，害怕这声音把她给吵醒了。我在她房间里翻东西，避免不了的发出各种细碎的声音，每一次我都心惊肉跳。可是最后所有地方都翻了，就是没有看到钥匙的踪影。最后我看向床上的吴淑慧，我仔细看她，或许那么重要的东西她会放在身上。可是看着她，我却忽然有了一股莫名的冲动，我想杀了她。不仅仅是她，还有我房间里的彭宇，把他们2个恶鬼给杀了。我去把刚刚翻找时发现的小刀给拿在手里，只要我捅了他们，我就解脱了。我举起手里的刀，这些日子以来发生的所有一切历历在目，我的手都在抖。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，月光透过窗户打下来，就在我举起手里的刀几乎动手时，一个反光闪过，我看了过去，他枕头的边缘露出来了一个小小的金属块。我仔细一看，是钥匙的边缘。我的手一松，刀几乎掉下来，我立即稳住自己的手，看着还在睡觉的吴淑慧，我抿紧了唇，然后看看自己还在抖的双手，恨自己不敢杀人。我全身抖个不停，全身都被汗水打湿了，冷飕飕的。我深呼吸，让自己稍微冷静，把刀放一边，然后凑近吴淑慧，伸手摸向她的枕头。她的脸近在咫尺，我甚至可以看得到她脸上的斑。我小心翼翼，一点一点地挪动，然后碰到了钥匙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刚刚一直打鼾的吴淑慧卡了一下，她的鼾声忽然一停。我的心快速跳动，几乎蹦了出来，直愣愣地待在原地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在那一瞬间，我的脑袋里闪过了无数念头，无数个怎么办。他醒了，然后看到我在偷钥匙，然后呢？他和彭宇又要怎么样对我？我心急如焚。可是他只是咂巴嘴，然后翻了个身，就继续睡觉。我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握紧有些脱力的手，把钥匙拿了出来，然后轻手轻脚地来到床头柜子那边，把钥匙往里一塞，正好。我心中惊喜不已，然后打开了床头柜。就在我以为我要成功了的时候，忽然呜哇呜哇呜哇，一阵鸣笛声传来。你在干什么？吴淑慧的声音传来。这个柜子装了警报，我都已经看到了柜子里的手机和钥匙了。我伸手就要去拿，想抢先一步拿了手机报警。实际上我也拿到了手机了，可是手机是关机的。
开机需要时间，平常对于我而言只是一会儿的开机时长，在这一刻竟然成为摧毁我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被婆婆捉住了，我想要跑，可是她一下子就打我，我死死握着手机不放手，她不断打我。我伸手去摸之前的那把小刀，我管不了了，我要活着，我要杀了她。可就在我举起手里的刀的时候，一记闷棍把我打倒在地。我在失去意识前看到了彭宇凶神恶煞的脸，我被打了一顿，然后又被彭宇强迫了一次，被绑起来反锁在房间里。他们骂骂咧咧的，具体是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了。我悔，我恨，一开始我就应该直接捅了他们。虽然我也清楚，除非我能一下子同时把他们2个人都给杀了，否则我在捅了其中一个以后，另外一个都会被尖叫声弄醒，我还是会被捉住，我一样无法逃脱。如果那个时候我自杀，或许还能了结自己，可是现在看来，我哭着笑着，原来有的时候活着能比死了更痛苦。这一次我被绑了3天3夜，手脚都麻了。彭宇除了在办事的时候会过来，还有为了让我活下去塞给我一些吃的以外，其他时候都任由我自生自灭。第3天他们放开我时，我的手脚几乎没有知觉了。彭宇过来办了事以后，我整个人瘫在床上，动弹不得，甚至我还失禁了，尿了彭宇一身。我出去买吃的，你看着他，吴淑慧的声音从外面传来。好，彭宇应，并且嫌弃地从我身上起来。我听到一阵开门关门的声响，再然后就是浴室那边哗哗的水声。我用尽全力起来，随便套了一身衣裳，摇摇晃晃出来。彭宇在浴室洗澡，我狠咬着牙来到大门这边，竟然没有反锁。我悄悄打开门，往外面看了一眼，吴淑慧已经离开了。外面的院子门是关的，应该是被锁住了，但是院子的墙废点进应该可以翻出去。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不顾一切地开了门往外跑，先是来到了外面门这边，的确被反锁了，然后就开始爬墙。软心！就在我刚刚爬上墙的时候，彭宇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。我不管了，直接从墙头上跳出去。你给我回来！彭宇的声音从后面传来。可是我怎么可能回？我不顾一切地往外面跑。我听到后面他打开门追过来的声音，还有他骂骂咧咧的声音。救命啊！我一边跑一边大叫，彭宇和吴淑慧要杀了我，救命啊！我一边跑一边使出了全身力气大叫。可是现在是特殊时期，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在自己家里，都没有出来。我在跑的时候看到有人站在院子里往外看。没事，我和阮心吵架了，你们别听他胡说，他孩子没了，现在神志有些不清楚。彭宇的声音从后面传来。我的孩子是他们杀的，我忍无可忍大叫，救救我！他们杀了我的孩子，还想杀了我。可是没有人来救我，我看到了院子里他们的眼神，他们估计都觉得我是真的疯了。我用尽所有力气跑，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跑过彭宇。我被绑了3天3夜，手脚麻木，怎么可能轻易逃脱？我被彭宇擒住了，他捂住我的嘴，一边把我院子里拖，一边对其他人说道：阮心肚子里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杀了他？他接受不了现实，有些疯了。于是我就被这样再一次带了回去。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样没有了。吴淑慧回来以后，和彭宇一起对着我一顿打，甚至他们觉得太不听话了，已经这样闹了2次了，要对我采取极端措施。于是他们拿了之前家里拴狗的绳子，把我给绑住，又把我手脚绑住，然后拴在了房里。他们这次没有捂我的嘴，我也没有再叫，因为我知道没有用。整个村子里的人都以为我因为没了孩子所以疯了，否则之前就会有人救我，甚至是打个电话报警，这个时候也应该有动静了。可是没有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我一个人躺在地上哭。这么多天过去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爸妈没有过来找我。之前乡镇医院那边也没有什么动静，加上村子里其实一层一层的，我就算跑得出去这一扇门，可是还有一个村。彭宇从小在这里长大，
吴淑慧更是大半辈子在村子里，村子里的人肯定更向着他们，更别提村子已经封锁了。就算是逃出了村子，这里距离镇上也有好远。在这个几乎没有什么人出门的时候，我又能逃到哪里去？我要怎么办？我想要离开这里，就算是死了也好，总比这样遭受折磨好。他们这次是气得狠了，不管我有没有闹，他们一不顺心了就打骂我，虐待我。彭宇更是别提，为了让我怀上孩子，更是对我极尽折磨。我有时候真想着，如果真的疯了，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或许会好一些吧。可是我还是清醒的，于是我开始策划，我开始假装听话，假装认命。我保证自己不会跑了，表现得呆呆傻傻的样子。或许我本来就几乎呆傻了，但是他们还是拴着我。直到1个星期以后，他们似乎看着我真的没有反抗了，也没有乱叫了，这才没有继续拴着我。只不过大门还是反锁，通讯工具也没有给我。他们放开了我之后，我也没有继续反抗，只是沉默地做事情，表现出来很乖顺，似乎已经认命。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信，我估计他们也不信，并且之后也不会让我出门。我继续默不作声。然后在又过去了1星期以后，有一天，我蹲在桌下吃饭的时候，当着他们的面假装干呕了一下。他们看向我，我看看我的肚子，我是不是有了？我说，然后又捂住了嘴，假装要吐。我看到彭宇和吴淑慧对视了一眼，然后我就开始哭。这些日子，为了让我怀上，彭宇一天不拉的来折腾我。我的心里已经有了计较，所以我知道这个假装，他们很有可能会信。就算是不信，那也没关系，我可以说可能就是反胃而已。我的计划已经开始了。我哭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彭宇，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之后再也不会跑了。”他们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我。我可能又有了，我不想挨打了。有了孩子，我也舍不得走，我会乖乖听话的。我一边哭一边偷看他们，他们还是不相信的样子。我哭着说：“我知道你们不信我，婚前我爸妈全款给我买的那套房，我可以签字赠与你们，放在你们名下。孩子有了，房子也给他们了，他们应该会相信了吧？”果然，他们点点头，说可以，让我现在就写合同签字。我哭着同意，看着彭宇把合同写好了，然后递给我。这里的地址不对，得是详细地址，什么路多少号？我指着地址说道。彭宇点点头，说：“那你自己写吧。”我说我记不清了，让他拿我手机来查一下。他们立即警惕起来：“你们拿着我的手机翻出来，好吗？”我不碰，我哭着说。他们这才觉得可以，去把手机翻出来。这是我这么多天以来第一次见到我的手机。他们都在观察我，我让自己忍耐住，这一次一定要一次逃脱，否则不会有下一次的机会。我告诉彭宇，让他翻找我和我妈的对话框，找到了我给我妈的拍照，点开那个图，让他放大，然后再在合同上写了地址。我故意表现得很听话，并且签了字，还特意写清楚了当天日期。彭宇给我递了一个印泥，我看了他一眼，看到了他眼底的警惕。我心里冷笑，但是还是按了手印。吴淑慧立即把那张合同给拿走，仔细地收好。我看着他们这样子，只觉得讽刺至极。那套房子是我大学刚毕业，我爸妈就给我买的，虽然很小，但是现在过去了3年，增值了不少，也值好几百万。婚前彭宇就知道我有这套房子，那时候他也没有说什么，可是现在我看了看他，他的眼里也有着激动。还好我的心早就冷了，所以也不会觉得受伤。我说，房产证放在我妈那里，你给她发个消息，说我打算把那套房子放你们名下，这个得她配合。刚刚我看到手机才知道，原来这些天他们一直拿我手机给我妈拍摄我的照片，说我带孩子太累了，所以睡着了。我妈问过好几次，可是他们都搪塞过去了。我估计我妈也很着急，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不能够仅仅通过一个怀疑就能突破重围过来。再者，她估计也不确定我到底怎么样了，毕竟我看他们还有过视频，估计是在我睡着的时候打的。
你说让他把我放在家里抽屉的房产证找一找，等到封锁结束了，就去办理手续。我对彭宇说。彭宇拿着我的手机编辑信息发过去了。我很满意，因为房产证根本不在我妈手里。更何况，关于这个房子的归属问题，之前我和我爸妈也有过共识。我和彭宇好好的，那么这个房子租出去，所有的租金还是用在我和彭宇的小家庭里，我是不可能给他们的。所以现在我要脱手，无论是给谁，就代表我和彭宇之间出现了问题。这是我给我妈的暗示。不一会儿，我妈就发消息过来了，问我怎么样了。她没有打电话，只是发的文字。我不确定她是否明白我的暗示，但是这个情况我不能说太多，于是只是随便彭宇回。我没有去理会那个手机，而是坐在一边发呆，直到他们把手机重新锁起来了，我也没有动作。我从眼角的余光里看到他们对视了一眼，我明白他们这是稍微信任我一些了。可是我知道现在并不是安全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肚子里是否真的有孩子。吴淑慧要出去买菜了，还说顺便给我带验孕棒回来确认一下。妈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我说我想去医院看看，之前我的身体不好，不知道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，而且抽血化验是最准的，验孕棒不一定准。我已经签字了，不会跑的，我也想调理一下身体。我说你如果实在不信我，可以让彭宇一起去，他们这才同意。于是我们3个人一起往乡镇医院那边去。乡镇医院是在村头，他们一路把我夹在中间去的。我上次就看到了，因为是乡镇医院，本身就没有几个人，加上特殊原因，来上班的更是不剩几个。特别是妇产科的，那个医生是上一次给我治疗的医生，一个女医生。她看到我的时候，眼神很复杂。我们对她说明了来意以后，她点点头，给我抽了血，说化验需要一定的时间。现在回去也没什么事，妈，我们在这里等等吧，等结果出来。我对吴淑慧说。她点点头。现在这里也没什么人，于是我在彭宇和吴淑慧的注视下，在诊室里问医生：医生，我之前才流产，现在这么快怀上孩子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？我坐在椅子上，彭宇和吴淑慧一个人坐在我身后，一个人站在门边，我的所有退路都被堵住了。医生看了我一眼，说了一些注意事项，我点点头，继续问他相关的事情。等到说了一会儿以后，我用余光扫了彭宇和吴淑慧，发现他们没有那么警惕了，于是我开始对医生使眼色，并且用撑住一边身子，挡住彭宇的视线，在桌面上不断的写，就我，一遍一遍的写。医生的脸色都变了，我知道他明白了，可是他并没有什么大动作，只是和我唠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。我去上个厕所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医生说，然后走出诊室，打开了对面诊室的门。我看了过去，发现那边桌面上有个电话，窗户上还有防盗窗。我也就看了一眼，就没再看了。不过一会儿，医生回来了，我又扫了一眼，发现对面诊室的门没有关，只是虚掩着。他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，继续和我唠嗑。可是我已经明白了，他毕竟是这边的人，而且这里也是村头的乡镇诊所，他的根还在这里。很多时候大家都是绑在一起的，如果光明正大的帮我，之后他就别想好过了。而且这些天我也看清楚了，村子里的人未必都觉得是我疯了，也未必不知道我和彭宇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可是他们都没有来帮我，甚至都没有帮我给外界打一个电话。一方面或许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另外一方面或许也是因为生在这个环境迫不得已，于是只能假装不知道，否则下一次遭殃的便是他们。但是眼前的医生还是心软善良的，所以给我留了个门。时间飞快流逝，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又有新病人来了，医生让我们出去等，毕竟我们一直站着这里也不是一回事，这个时候还在外面走动的基本上都是有重要事情的人，就比如孕妇。我就跟着吴淑慧和彭宇一起往外面走。或许是看着我最近安分了不少，加上我已经签字按手印把房子给他们了，
所以他们也没有那么警惕了。我一步一步往外面走，眼看着就要路过那个诊室了，我的血液似乎在这一刻沸腾起来。吴淑慧走在我前面，彭宇走在我的身后，他们是把我夹中间的。我极力压抑着自己，好让自己看起来和之前好似没有两样，似乎是已经认命，为的就是等待那一刻。我只有一次机会。随着诊室一步步靠近，我更是进一步压抑自己。最后在路过诊室的时候，我用尽所有的力气，一把就将彭宇给推一边去。彭宇似乎没有想到我会忽然发作，所以被我推得倒退好几步，而站我前面的吴淑慧也没有反应过来。而我趁着这当口，快速跑进诊室里，并且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软心，彭宇终于反应过来了，他在外面不断捶门。可是我不管，我直接把门反锁，并且把一边的桌子椅子全都往这边拖。桌子很重，而我这些天被虐待得遍体鳞伤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力气。可是这个当口，我使出了吃奶的劲，也要顶住。人在危急关头总是会爆发出无限能量，我用尽全力把他们拖过来，顶在了门上。他们开始不断撞门，而我则是拿了电话，立即报警。嘟嘟的几声，似乎过去了1个世纪。在听到对方接通说明自己的身份时，我的心几乎跳出来。我快速告诉了他们我的地址和具体情况，让他们一定要救救我，并且我还特意说了，一定要让可靠的人来，不能是这个乡镇的人。我害怕这一次又像是上一次我逃跑时一样，没有人救我，或者是警察来了说是夫妻俩的事情和稀泥。所以我说，我受到了生命威胁，而我的确受到了生命威胁。快！他在里面打电话了，快把电话线切了，去拿刀把门劈开。吴淑慧尖锐叫道。砰砰砰的捶门声更响了。诊室的钥匙转动，应该是刚刚的那个医生去拿了钥匙过来开门了。可是就算是门锁打开了，门后面也有一大堆顶着的东西。我死死推着那些东西，不让他们进来。他们还在捶门。不过一会儿，刀劈的声音传来，彭宇去拿了刀过来劈门。怒骂声、撞门声、劈门声，无数的声音混合在一起。这个时候，比的就是谁快了。我的心几乎跳出来了，眼看着门快要被劈开了，呜哇呜哇，一阵警笛声响起。救命啊！我是阮心，我在这里，有人要杀我，救命！我扯开嗓子大喊。干什么的？立即就有人控制住了彭宇他们，把刀放下。听到这声音，我知道自己得救了。我哭了。诊室的门打开了，门外是被控制住的彭宇和吴淑慧，旁边是穿着制服的警察。而彭宇和吴淑慧还在不断的挣扎，他们看着我的眼睛里一片血红，看起来无比愤怒。可是我却没有像是以前那样害怕，因为我知道我终于能离开这里了。你是阮心吗？其中一个警察问道。我是，我哭着说。你爸妈很担心你，他继续说道。我哭得声嘶力竭，用力点头。后来我知道了，我妈在我之前就报了警，她看到我的消息以后，确认了我处于危险中，所以当即报警。她后来没有打电话过来，而是发文字，就是已经明白了，她害怕给我打电话会让我更危险。只是我爸妈离这边比较远，还在想办法赶过来。但是我已经很庆幸了，庆幸我还活着，庆幸我终于得救了。我被送去了大医院，检查、救治，我留了所有的病历和验伤报告。之前在村头医院里的所有就诊资料，也在警察过去的第一时间提取了。我拥有所有的证据，还有身上所有伤痕检查记录，以及他们第一时间去到彭宇和吴淑慧的院子里，保留得到了一切的证据。我在医院治疗了很久，后来我检查了，没有怀孕。一方面是因为我身体虚弱，另外一方面，我想孩子也不愿意这样降生吧。我用了很长的时间调理自己，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。我爸妈一直陪着我，他们一直哭，可是我已经不想哭了，我只剩下了恨，深到骨髓的恨。我要让彭宇和吴淑慧付出代价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全国慢慢解封了，我起诉离婚。
并且把彭宇和吴淑慧告上了法庭。虽然用了一段时间，但是证据确凿，我胜诉了，数罪并罚，要关上很久。那天我站在法庭上，看着被告席上他们满怀恨意，几乎要把我吞了的模样，心里满满的都是痛快。这件事情也就算是暂时了。可是我明白，我的身体和精神都不可能回到从前了。但是我还是要好好活着。我读了很多书，去了很多地方，许多东西看得多了就淡了。在旅途的归程，有一天，有人捧了一束玫瑰递到了我的面前，说他想和我在一起。他知道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，可是却还是想和我在一起。他说他心疼我，他会对我好。我没有答应他。他说他会等，即便我说了我不会改变。我想这辈子，我或许始终还是要一个人，也或许今后我会好起来。